那么民进党的林义景案，民进党廉政会立案调查，好，然后陈忠燕案也交党中央处理啊，反正最近一连串的案啊。那另外呢，这个陈忠燕开先例，民进党廉政会请党中央依纪律裁决条例，最终会除名啊。那另外呢，民进党廉政会说他们会要求勿忘勿重，郑文灿如果一审有罪，也要考虑把他除名。那另外呢，吴思瑶说，你看我们一审就除名，那你蓝跟白有纪律吗？那没有纪律，我们才有纪律。大家还在好奇郑文灿为什么7年才引爆？据说之前检调资料就已经全了，谁压下来？谁不让这个案子继续发展？谁在护航？啊，来，立功兄，好。其实我过去在调查局服务也办了很多案例，所以这个案子我有3点其实蛮有感觉的。第一个，我觉得要肯定这个案子锲而不舍的调查官，我看他是7年，他被牵结了，他就继续收集证据，他约谈了很多，他从周边调查，真的这叫锲而不舍。照理说，说不定长官都暗示可以了啦，就这样子牵结了。可是你看，他就一个人就干到底，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是要肯定。可是另外也传出来，既然在监听啊，当然有人说监听久了就是多少会泄露一点风声。以当时郑文灿他的这个政治地位我相信很多人会去示好，也不意外。从这一点也看出来，未来我们的检调其实要多鼓励那些敢办案不怕强权的人。刚才就说那个证据法则的问题。其实以前开玩笑，办大官要大证据，小官叫小证据，甚至还有人说要办某某种人，还可以捏造证据。但这最后一种是绝对要不得的啦。如果是还是这样，刚才讲云林那个案子，张立善就这样啊。对呀，如果还引导人家说，你要讲什么，你不要讲什么，那个就是像捏造证据。所以好的调查官我们要鼓励，如果不好的检调人员，其实我们还是应该要有力量去制衡他们。第二个，刚才讲到那个退钱的时机这个其实在过去办案各种的手法都有，很多都说退退我觉得要看2点。第一个，你什么时候退的，在你手里有多久的时间，早不退晚不退，你1年后再退，这个是退什么？第二个，退的你不是原封不动的退吗？一看包装都不同了，那怎么会是叫退呢？所以刚才主持人讲没有错，一定用了嘛。后来听到风声不对啦，赶快想办法退回来。好，这是第2点。第3点，我想补充，就是这个财产来源不明。其实我那时候还在教书的时候，我们主张要去修在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里面修这个财产来源不明，但是还不是一个刑责，它还是行政法。后来大家觉得这个举证责任导致这个可能会影响比较大，跟我们传统的证据法则不太一样。应该是执法者要去证明你有罪，不是你自己证明没有罪。可是后来在贪污治罪条例里面也有这个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这个是在一个突破。然后顺便我讲，其实还有一点，因为其实以前我在洗钱防治中心，要追查资金流向跟这个财产来源不明，往往是贪污治罪条例或者重罪办不到他的时候，这时候至少财产来源不明，你总是要解释这个财产。可是这个是轻罪，所以我觉得未来在整个修法正好碰到这几个大案，我觉得未来的修法也可以再做其他考量。我们看一下相关新闻。虽然今天起诉了，但是他已经在停权的时间内，所以不会再做另外的处分。前桃园市长郑文灿涉贪被收押禁见，陶检贞节求刑12年。民进党廉政会开会讨论，民进党立委林怡景因为助理费被调查，廉政会目前仅有立案，不像先前郑文灿快刀停权。怡景的案子跟郑文灿的案子好像没有办法相提并论。最主要就是说，郑文灿的案子它是整个社会比较瞩目的案子啦，那民进党必须要马上去处理。强调林怡景和郑文灿2件事情严重性不一样，整场会议2个小时，也谈到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的性招待案。它并不是廉政条例的适用对象，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到现在已经超过10年了。所以，陈宗彦的案子，廉政委员会没有办法立案，决议要把这个案子建请中央依照纪律裁决条例
里面的规定来处理。不过，此案因为廉政会规章不适用，只能交由民进党中央看要怎么办。最重同样可以开除党籍。来一讲。其实这真的都是很重大的案子哈。其实我讲一下，刚刚提到说，如果一审有判是讨论除名期，不是一审如果判决有罪的话，就是直接除名了，所以不会有另外的这个讨论余地了。那现在目前为止，因为郑文灿他是司法调查的阶段，即便他是起诉，但还没有判决，他已经被停权3年了。那我讲一下郑文灿的部分哦。事实上，这个我认为检方在这个时间点哦，这法院这边会同意哦，他交保。筹组2800万，应该是证据已经足够了。因为其实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包括说这个其他被告人的这个具结陈述已经有相当的完整，包括有这个监听的译文，包括有行动的搜证，这应该是指手机啦，还有这个通讯软体的对话记录等等，其实证据已经相当的足够，所以因此才认为说郑文灿这一次的这个犯罪嫌疑是重大的。但我个人是认为几点了。第一点就是说，因为郑文灿过去他做了很多不同的公职的位置，包括这个桃园市市长包括还有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其实说在这个案子发生至今，是不是应该有去查一下其他涉及的一些重大，包括开发案在内会不会有问题？因为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值得厘清的一点。因为毕竟刚刚其实赵老师也提到，这案子是7年这个已经蔓延7年的一个案子，那当中会不会有其他所研发出来的这司法争议？我认为这个确实要去厘清。但第二个部分，我个人很好奇，就2800万在凌晨怎么样子可以这个突然之间可以搬出这样子一叠一叠的现金来，银行也没有开甚至于现在传出说这个送2800万有一些现金的捆带也不是来自他所属的银行所以这个问题，我认为也是值得去厘清啊。因为说在这么大一笔现金，可以来临时一个多小时内这个凑起来，我认为这也是有一点怪怪的。那最后当然还是刚刚其实包括佩君提到这个秘书的问题因为郑文灿他的秘书现在也收出有现金来，那当然金额跟郑文灿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落差了，但是不是应该也要进一步去厘清？但是我觉得重点是这样了，民进党我觉得目前为止不会，目前至少赖清德总统本人不会受到这方面的重大打击，因为行动的快因为该办的事包括停权，包括现在说一审有罪的话要直接除名包括到司法，大家会觉得说司法办这个案子目前该公布的资讯等等，其实都相当的及时，所以我认为要维持这种社会的公信力很重要，也就是代表说司法、检调各方面其实该办就要办千万不要因为任何政治力而受到影响。我刚刚这个提到说2800万呢，一下就凑到，真不简单了，在半夜我就想起那个端木正人家叫他拿200万都拿不出来，后来检察官说好吧，算100万好了，减半交保你怎么看？他们家应该就是就是已经在准备了啦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一些很蹊跷的地方，就是说检方呢，都能够把这个廖俊松他们去找司法黄牛的这个事情呢，都已经一并侦办了。为什么在这么长的这个过程之中，他这个案子呢已经盯了这个7年了？这个过程当中，谁把这个监听的译文告诉了郑文灿？谁告诉郑文灿他们已经在被监听了？我觉得这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给外界一个答案，难免会觉得说是不是有意的包庇，因为是不是循着这个线一旦曝光了之后，会透露出上面更大咖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持续去追究的。第二个呢，这个检方呢在他家里面搜到了678万的现金，是最近才去搜的嘛那郑文灿最后的这个职务呢是行政院副院长、海基会董事长他为什么会在家里呢有这么多的这个现金？我想他们家呢，一定是因为郑文灿呢在被收押了之后，整个呢都是在被监控的状况，所以说呢没有办法呢及时的去处理家里面的这些的这个现金所以才会藏在那个地方，然后被检调这个搜索发现了。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从这些的案子，我们在每次看这些的贪官污吏的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觉得都好像是有点开眼界的感觉
送钱的手法呢很多元，包装呢很多元。从过去郭瑶琪的茶叶罐的2万美金啊，到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时候辜仲谅要送钱到这个吴淑珍到总统官邸，吴淑珍呢狮子大开口，他要1亿的那个竞选经费。辜仲谅不知道这个钱，这个1亿要怎么送现金，然后吴淑珍还笑他说啊，你哪家公啊哈啊，当然是就是那个，他还讲了一个名牌的这个箱子啊，有轮子啊，而且是2000块啊，2000块的这样子就送来了，就辜仲谅果然就提了这个。推着大大的这个行李箱，把1亿送进去，还有2000万的水果礼盒。然后这个藏钱的方法呢也百种哈，有人藏在水管里，有人藏在这个水池里哈。然后呢这次呢藏在这个床头柜里面，还要用保冷袋，还要上锁哈。我觉得我们这些官员的这个行径和他们收取这个贿赂啊。这些的这个手法呢，实在是太让人大开眼界了。而且今天郑文灿，如果不是因为呢他被告知已经被监听的话，他其实他的这个就已经构成了嘛，他就收了这个钱，然后廖军松等人呢也顺利的取得了这个土地的变更用途，然后获得20多亿的这个利益。然后而且郑文灿呢，他不但是有这个500万。的收到这样子的一个谢款之外，他还收了600万的政治现金。如果在这样子的一个案子，他都可以收这样的钱的话，那其他呢？他在桃园市长任内的时候，更牵涉到更大利益的开发案，检方是不是也要来这个立案调查？还有他在这个案子里面呢，疏通的这个过程之中，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他打通了这个中央部会啊，让它变成是国家这个重大的建设啊。这个部分难道就只是靠着郑文灿的力量啊，他的政商这个亨通啊，他的这个在政治上面的关系良好就能够解决的吗？里面是不是还牵涉到什么样的利益呢？这是不是应该也要好好的调查？就是中央是谁啊？所以朝中无人莫做官嘛。因为他这个案子很多要送到中央去通过的，中央谁是跟他合作的，让他案子能通过。除了这个案子，还有哪些案子？特别是什么土地重划啦，都市更新啦，就跟土地有关的，到底还有哪些案子？检调应该好好查一下，否则我们就会认为他们还是捉小放大。休息一下再回来。好，这个林怡景呢，民进党这个林怡景案也很有这个争议啊。他设诈助理费200万，本来也是立委了，说议员就开始，议员就设啊，4年前就被检举。而且他们说是不是高虹安翻版？他基本上也是多报，然后呢叫助理把钱退回来，那现在呢要媒体要找他，手机不通，找不到了哈。那另外呢，传出他坦诚犯行了，传出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没有把他羁押起来，把他放了？说他已经承认，所以承认也没什么好串供了嘛。那他出来还讲说，你们司法也会还我公道，你们就看着好了啊。那他的这个服务处主任叫做黄品瑜啊，这个黄品瑜呢被认为跟高虹安的案的小兔很像就是呢知道各种的账啊等等都知道啊。那另外呢，这个林怡景他现在是助理的低薪高报，然后呢就要把这个助理的多领的钱再回捐那每个月呢回捐5000到9000不等。就当成办公室及服务处的事务费。那每个助理呢，实际领到的钱从2万多到4万多不等。那另外呢，这个他主要是因为用他一个助理，这个助理去当兵了，当兵怎么可以去提款呢？就被拍到了。我也不知道是有人故意去跟着他拍，还是就是 ATM 灯上都有那个自动录影把它录下来了。反正就是被人家拍到。那助理去当兵，
怎么会把提款卡交给你呢？所以就被认为说这是人头，但是实际情况好像是说助理把提款卡放在办公室主任的这个身上，就你摆你这边，那怎么又到林义吉手上也很怪，所以呢，他昨天又被南检传唤，这林义锦上次传唤，现在再传唤，上次还到立法院去搜索啊。那最近因为助理费的案子呢，高虹安就说因为11万贪污治罪条例判他7年4个月，澎湖欧中凯议员然后呢111万否认犯罪8年，台南市议员洪玉凤那这个1134万，现在还不知道，还没有判下来。台南市议员古木哈就985万认罪缴回，贪污罪判2年。台南市的前议员曾顺良110万缓刑5年。然后呢，另外还有一些民进党的这个赖素美785万还没结果。王家珍国民党19万认罪，依伪造文书罪缓刑2年。那另外呢，这个周雅玲民进党新北市议员1362万认罪，依照伪造文书判8个月缓刑3年，所以他的刑度差很远，看起来就是认罪缴回就很轻，不认罪就判很重，看起来这个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哈。那另外呢，这个林义锦他的诈领行为横跨县市合并，从县到县市县当县议员，县市当市议员。那当时郭信良是议长当时就已经分案侦办了所以呢不是刚开始，从109年就开始，因为传票的暗号就是109，我们看一下。南检21号指挥搜索林怡景国会办公室和永康服务处，带回15名被告4名证人。林怡景以100万交保，黄姓办公室主任则是申请羁押禁戒。检调主要针对林怡景担任台南市第1届到第3届议员期间，疑似涉嫌诈领助理费。当时林怡景月薪大约11万，助理费约每人3到4万元。我要不要谈一下案件是不是有委屈？我谈刚刚，我法律就会还我清白。调查的重点可能就比较会放在说，他那个诈领助理费的部分是，放到自己的口袋呢，还是说其实，他也有用在那个助理的身上？如果他是放到自己的口袋的话，这个就会比较重一点。佩娟好，为什么这个助理费从议员到立委搞了这么多议员都因此入罪？其实影响在这里哦。如果以台北市来讲，老实说，我们那个每一边或法案的需求其实很高，在分在地方上，尤其我们选区是台北市最多，96个里。生吃都不够了，没办法晒干啊！所以别人问我说你们会不会有这个风险？老实说，我觉得台北市别的我不敢讲，外县市我不敢说。台北市我觉得几率相对低了。林怡景你也去看，他其实开始出问题，就是县市合并那个助理费暴涨之后，就开始起了这些歪脑筋哦。那媒体都说这个案子是高虹安案的翻版，其实我觉得不尽然哦，因为相较于这个不认罪、至今不认罪的高虹安，媒体刚刚报道看起来这个林怡景已经投降了，所以看起来他接下来，而且他也说他愿意归还这些诈领的费用。所以看起来他接下来轻判甚至缓刑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但是林英景的案子有某种程度可以作为高虹安上诉之用，因为高虹安爆发的时候，他跟大家说不是啊，是助理跟我讲，立法院民进党的人都这样搞。那个时候大家觉得他是狗急跳墙在乱泼脏水，结果现在兜起来之后发现，讲的好像还真的是实话。而且你仔细去比林英景其实做的比他还要夸张，因为高虹安是把正职助理的钱造册之后去福报加班费，然后再拿来回捐到办公室使用。可是林怡景是直接连当兵的助理他都继续让他领助理费，然后他本人再拿着这个助理的提款卡直接去领钱，这个是100%的人头助理，没有讨论空间的。那第二就是林怡景跟高虹安不同，我们刚刚说高虹安，你说他是政坛小白兔，他出来喊冤的时候说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是因为我的助理跟我说大家都这样弄，我以为可以，所以我跟着做。可是林怡景是地方议员出身，然后做到立法委员，这一路是20年超过。那甚至高虹安案爆发这1年来，全台湾沸沸扬扬在讨论，可是林怡景继续这样做。所以高虹安之前说他是听这个李俊毅的助理给他的建议，
某种程度你可以理解，高虹安也许说对了，这可能是立法院或者是这个民进党惯用的一种模式哦。那周刊当然现在讲说这个事情已经行之有年了，可是我必须说，林义景某种程度比高虹安命好，因为他们的这个账房的态度，两个案子是刚好相反的。林义景的账房是到现在都不认，就一间想要替老板扛下来，反而是林义景进去之后马上全认，所以老板出来了啊，他的秘书还在里面。那高虹安的刚好相反，他的这个助理是把和盘托出，而且拿出保命的备份去跟检方对账，那最后是高虹安重判。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哦，这个林义景看起来命还是比高虹安好一些。一向你怎么看？其实刚佩君说的真的是事实哈，就是说我们在台北大概比较少会有人想到或动歪脑筋去这块，因为你地方服务就做不完。其实说实在，我是觉得，如果是诈领助理费，或者无论在立法院，无论在市议会都一样，其实相当的可耻啊。说实在，因为第一个，其实议员跟立委其实薪水是不错的哦。这个因为它比照一定的公务员的这个阶层。那事实上，当然我们有很多地方的开销、服务的开销等等，但也不能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过舒适的生活啦。那相对而言，其实像议会而言，我们这个议会的助理20几年没有调过薪水了。其实立法院薪水、助理薪水也不高，所以你把这个助理的薪水拿来又去填补自己已经不错的一个薪资条件，我认为这真的很不好，这真的很不好。而且这个不是只是司法的问题，其实道德观感其实都有。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彰显了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啦，这个司法我相信他们都是掌握一定的证据才会走到这个阶段啊。那之后就刚刚如佩君说的，就看到你坦然面对司法的一个态度，会这个取决在你的这个会最终会决定你的判决了。那高虹安至今，我想他一直都摆出一个非常高傲的态势哦，他认为他没做错哦，他认为这整件事情其实他是可以这个脱身而出的哦，没问题。但事实上最后判决其实相当的高。那如果林义景委员，我想他是坦然面对，愿意去把这些不法的所得去回缴的话，我相信司法终究会对他有比较轻的一个判决了。那立功兄，其实涉案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叫做诉讼策略。如果你最近看这几个案例，包括过往发生的，其实检调在侦办助理费的时候，已经大概方式以及最后刑度这些，差不多你可以从前面经验法则你就知道，这个绝对会判刑的。所以过去有些都会误解，他是说助理费我不是应该有一些活用的空间呢？包括在立法院都是如此。可是如果你以你自己的想法去看这法律，你就倒霉了。因为事实上，你看所有的案例，你要轻判的话，很简单，只有2个动作。第一个，你一定要把钱缴回来，然后有点像认罪协商。你一定要认错，你不认错，对不起，一定重判。很多人也在问说，高虹安那个最后才算11万嘛，11万多啊，怎么判7年4个月？这个好像看起来不成比例。可是贪污治罪条例就是这样子啊，很多人说是情轻法重啊，因为贪污治罪条它是最低消费额，譬如说就5年以上、7年以上，你在那个就是7年以上的啊，所以我觉得诉讼策略要考虑。那另外我觉得政党有责任，尤其很多，那像林义景这种不算了哈，像高虹安还有很多，特别是台湾民众党的很多都是新手嘛。那政党我其实上次有建议，要给他们上新生训练，要上课啦，告诉他们钱要怎么样用。还有一个，我觉得你去的那个民意机关，譬如说立法院，你是不是也类似要有一些提醒，甚至你可以把那个检调侦办的案例，就给每个人参考啊。有一些年轻的，或许立委会晓得，或者议员会晓得，助理搞不清楚啊，也让助理晓得，大家相互监督一下，你不要 A 到我的钱，我也不要 A 你的钱。我觉得这都是减少犯罪发生一个很重要的预防动作。休息一下再回来。